人类在万物之中最为特别，这种特别之处不在于我们的体魄有多强健，也不在于我们的寿命有多长久，而是在于我们都拥有悟性。悟性是人类独有的精神特质，是区别于其他生命的关键所在。而悟性最重要的体现，就在于对天地宇宙、万事万物的洞察和理解。这种洞察和理解不是表面的认知，而是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深刻把握。悟性越高的人，智慧也会越高。这种智慧不是单纯的知识积累，而是对生命、对世界的深层领悟。具有高度悟性的人，能更深刻地理解人间百态，把握天道运行和自然规律，从而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，过上真正美好的生活，活出真实的自我。一旦你具有了真正的悟性和智慧，你就能够参透天意，明白生命的真谛，看清自己的前途和命运。在当今社会，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，往往会展现出不同于常人的特质和眼界。特别是面对这几年的经济衰退、生意难做、创业维艰等种种困境，智者能够看到表象之下的本质。如果你还没有看透这几年发生的种种变化，那么让我来告诉你，当前正是人类觉醒的最佳时机，是让人们从物质欲望的束缚中解脱出来，重新拥抱真实自我的关键时期。这个觉醒的过程可能需要时间，如果1年不够用，那就用2年，如果2年都不够，那就用3年。但请记住，如果你始终无法觉醒，那么所有的灾难和痛苦终将找上门来。因为人生所有的痛苦，本质上都是源于人的观念或执念。我们常说执迷不悟，正是点出了众生痛苦的根源。深入观察就会发现，人往往不是被外在的事情所困住，而是被自己对事物的执念所困住，被自己固有的认知和思维模式所禁锢。世上最牢固的监狱，不是铜墙铁壁，而是人的思维定式。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活在自己构建的思维牢笼中，被自己的认知局限所困。而当下外界发生的一切变化和挑战，都在警示我们，是时候打破这些物质和精神的枷锁了，否则整个人类都将陷入集体的困境之中，痛苦会越积越深，麻烦会越来越多。人们从物质中获取幸福的时代也彻底结束了。从今年开始，地球能量开始大升级，人的阶层也会重新划分，每个人都面临一场大考验。在未来只会存在有2种人，执迷不悟的人和觉醒的人。执迷不悟的人会被天诛地灭，而觉醒的人则会一飞冲天。地球已经多次发出信号，很可惜，绝大多数人还在执迷不悟，依然在低价的维度里努力。人如果不懂修心，这是低效的挣扎，只能是徒劳无功，而且会出现心理和精神问题。人生的本质是一切体验的总和，很多看似无意义的事，比如发呆、看日出、数星星，恰恰才是人生最有趣的体验。而这些体验，却是我们长大之后唯一能回忆起的画面。如果追求结果，每个人的结果都是一样的，那就是死亡。人和人最大区别不是结果，而是一生的过程是否精彩。人生是用来体验的，不是用来寻找意义的，更不是用来演绎完美的。当我明白这个道理，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当我明白这句话，我开始接受自己的愚钝和平庸，允许自己出错，允许自己有情绪，允许生活有遗憾。我从此只负责拼命去绽放。如果有一天你不再寻找爱情，而只是去爱；你不再渴望成功，而只是去做；你不再追求结果，而只是去努力，你人生的美好才刚刚开始。切记，在这个世界，唯一能最熟悉的人只有自己。无论对方是谁，在他面前城门死开都是一种大忌。一个人一旦在别人眼里一览无余，只会徒生厌倦。如果你崇敬一个人，想让他做你的人生导师，请离他远一点，这样你才能恭敬他，他才能不得了你。同样，
如果你真正喜欢一个人，想永远那么喜欢下去，也不要试图立刻去占有他，也不要总是想着去娶她或者嫁给他，否则你对浪漫的憧憬和向往早晚会消散。人和人之间最美的感觉是什么？你喜欢他，他也喜欢你，你们眼看着就要在一起了，但是始终还差那么一点点，那种感觉才是最美的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。但是大部分人总是处于占有欲和贪婪，总是追求尽快尽全地将对方占有。当两个人突破了最后那点距离之后，一切都会变得索然无味，情感就开始走下坡路，心离得越来越远。无论生命走到哪一个阶段，都应该喜欢那一段的时光，去完成那一阶段的使命，这就是活在当下。人生总是经过的太快而领悟的太晚，放不下的牵挂，经历不完的酸甜苦辣，走不完的坎坷，越不过的无奈，忘不了的昨天，忙不完的今天，想不到的明天，最后不知道会消失在哪一天。不经意间一抬眼，人生已过半生，回头看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往后余生，请善待每一天。在人生的漫长旅程中，觉醒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需要经历9个重要的关卡。这9关不是简单的人生阶段，而是每个人在追寻自我、探索生命真谛过程中必经的考验。第一关是怨天尤人，这是觉醒之路的起点，也是最普遍的人生困境。当我们遭遇挫折时，往往会责怪命运的不公，埋怨他人的刁难。这种心态看似是人之常情，实则是困住自己的枷锁。只有跨过这一关，才能开始真正的觉醒之旅。第二关是急于求成，渴望速成是人性的弱点，我们总希望一蹴而就，期待立竿见影的效果。然而，生命的成长恰如春种秋收，需要经历漫长的等待与积累。学会耐心，方能看清生命的真谛。第三关是孤立无援，这是最考验人的阶段。当你开始觉醒，走上与众不同的道路时，难免会感到孤独。周围的人可能无法理解你的选择，你可能会失去一些朋友，但这种孤独恰恰是成长的契机。第四关是深度思考，跨过前3关后，人开始真正思考人生的意义，不再人云亦云，开始独立思考，探寻真理。这个阶段需要勇气和智慧，因为真相有时候会令人不安。第5关是改变自己，认识到问题后，最困难的是改变。改变意味着走出舒适区，面对未知的挑战。很多人在这一关止步不前，因为改变需要付出巨大的勇气和毅力。第6关是接纳一切，当你经历了足够多的挫折和考验，就会领悟到接纳的智慧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接纳不完美的自己，接纳残酷的现实，接纳生命中的种种无常。这种接纳不是消极的认命，而是更高层次的觉悟。第7关是倾尽全力，真正的觉醒者明白，无论结果如何，过程中的全力以赴才是最重要的。他们不再为得失所困，而是专注于当下，竭尽所能。第8关是顺其自然，这是更高层次的智慧，明白了强求无益，学会了随缘不变，随缘不乱。看似消极，实则是通达人生后的豁达。第9关是心如止水，这是最高境界，内心不再被外界纷扰所动，就像平静的湖面，能够映照出世间万象，却不被万象所扰。这9关的修行，1%靠他人提醒，99%靠自己在社会中的磨砺。每个人都必须亲身经历痛苦与绝望，在崩溃中重构自己。
正如古人所说，心不苦则志不开，心不死则道不生，只有经历过痛苦的洗礼，才能真正觉醒。在这个觉醒的过程中，越早认清自己的人生方向，就能越快地接近理想中的自己。那些我们以为错过的机会，那些看似偶然的际遇，其实都是命运的指引，推动我们走向最终的归宿。所有的偶然背后都藏着必然，我们的使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找到真实的自己。人生中的相遇与离别，都是缘分的安排。缘分来时如春风化雨，缘分去时似秋叶飘零。这些聚散离合，让我们体验到生命的酸甜苦辣，教会我们成长与感恩。从求学到工作，从相识到相知，每一段经历都是缘分的馈赠。而真正的智慧在于三重领悟：悟道、悟人、悟己。悟道是认识宇宙规律，了解因果循环；悟人是洞察人性百态，理解善恶无常；悟己则是认清自我，把握方向。这三种领悟构成了完整的人生智慧，帮助我们在芸芸众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。见天地，让我们明白世界的运行规律；见众生，让我们理解人性的复杂多样；见自己，则是最终的觉醒。只有真正认识了自己，才能在浮华世界中保持本心，在纷扰人生中找到平安。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当我们真正看透自己的时候，也就看透了这个世界的本质。这就是人生觉醒的真谛，一个需要我们用一生去实践和体悟的永恒课题。每个人都在这条路上前行，只是境界高低不同，领悟深浅各异。重要的是，我们始终保持觉醒的意识，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，让生命绽放出最美的光彩。逆境并不等于痛苦。通常人们不去辨别逆境和痛苦的不同，所以逆境也就加倍地增加了人生中痛苦的感觉。因此，我们要明白，我们所遇到的逆境，如生存的困难、身体的疾病、生意失败、竞争中落选、朋友背叛等等，如果你都视为痛苦，那么你的人生就注定在痛苦中度过。如果你能觉悟到逆境并不等于是痛苦，如果你能用平常心去面对上述的每一件事，你已经再也不会让你无止境的痛苦。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，我们的每一个行动，每一个决策，都是当时心智水平下的最优化选择。即便事情能重来，时光能够倒流，以你当时的认知水平和心智模式，依然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。所以悔不当初就是一个伪命题，就算我们当初选了其他道路，也未必有更好的结果，因为另外的路也会产生新的烦恼。所谓的重新选择，也只是换一种方法遭遇坎坷而已。金刚经说，过去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人都在碰壁中成长，在失去后学乖，在跌倒后长智慧。与其为过去的选择感到可惜和遗憾，不如擦擦眼泪，继续向前走。人生那么多条路，无论你选择了哪一条，最后都会后悔，总觉得当初其他的道路会更好。不要站在现在的角度去批判当时的自己，请回到当下，回到你当前的选择，脚下的这条路就是最好的路，身边的人就是最能渡你的人。农业时代，体力就是力量，牲口就是财富；工业时代，知识就是力量，技术就是财富；信息时代，数据就是力量，认知就是财富；未来时代，境界才是力量，觉悟才是财富。4个必须搞清楚的事实。第一，别人无论如何评价你，都不能反映你的水平，而是反映了他们的水平。第二，别人无论多么喜欢你，跟你没有关系，只是因为你身上具有他的某一部分特征，与其说喜欢你，不如说借助你看到了自己。第三，别人对你的评价都跟你没有关系，那都是他们内心的投射，你只是一面镜子，投射了他们的内心。第四，别人无论多么尊重你，并不是因为你很优秀，而是因为别人很优秀。太上感应篇说，故记人与善是善，行善一日有3善，3年天必降之福；凶人与恶是恶，行恶一日有3恶
3年天必降之祸，胡不免而行之？3善就是眼善、语善、行善。善良正直的人，说善的、看善的、做善的，一天有3善，日积月累，3年上天就会降福给他。相反，凶恶阴险的人，他喜欢说恶的、看恶的、做恶的，一天有着3恶，日积月累，3年上天必然就会降祸给他。知道做好人，行善事就能得到好报，为什么不勉励自己勤而行之呢？言辞虽然无形，却是一种能量，充满在房间、家庭、环境和我们心里。身边的言辞会渗透我们的生命，语言就是发出声音，这声音一天少说也要讲上几百句到几千句，不知不觉的就会影响到自己的情绪、心态和命运。所以我们说任何话都要心存善意，而在措辞用字上面也不要太重。我们谈吐时所用的字眼，直接明确地影响我们的思想和情绪。得到未必是福，失去未必是祸。有些事你总是做不成，有些人你总是得不到，不要着急，这都是上天在保护你。你以为错过了是遗憾，其实可能是躲过一劫。如果事与愿违，请相信上天一定另有安排。遇见是因为有债要还，离开是因为还清了。前世不见，今生不见，今生相见定有亏欠。不要害怕失去，所失去的本来就不属于你，也不要害怕伤害，能伤害你的都是你的结束。请不要再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去烦恼，更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。请你用心品尝每一口饭菜，用心聆听每一处花开，用心感受每一份爱和喜悦，这就是人生的意义。15、16岁的时候，我在地理试卷上写下此地的优势在于其丰富的廉价劳动力。10年后的我，审视着下班后的疲惫自己，猛然悟到这句话的真正内涵。毕业后站在讲台上成为一名教师，当我对学生说出那句学习是给你们自己学的，不是给我学的，才陡然明白我叫不醒他们，就像当年的老师叫不醒曾经的我们一样。这也是中国教育的神奇之处，纸上得来终觉浅，觉知此事要躬行。多年后的某一个瞬间，你结合自己的经历，猛然间懂了课本里的某句话，那一刻才叫你懂了。作为一名老师，当你不再只是告诉学生答案，而是激发学生思考，并且让学生告诉你答案的时候，真正的课堂才刚刚开始。作为一名家长，当你不再只去教孩子学东西，而是能从孩子身上学到东西的时候，真正的教育才刚刚开始。作为一个商人，当你不再只是追求利润，而是做最极致的产品和服务，帮客户解决问题的时候，真正的生意才刚刚开始。作为一个老板，当你不再只是为了赚钱，而是努力帮助员工实现个人价值的时候，真正的创业才刚刚开始。乾隆对纪晓岚说：“你枉为大清第一才子，却不明白科举的深意。”真告诉你，科举既不为选贤任能，也不为教化国民，而在于让读书人居于八股，好守穷经，用名利二字牢牢拴住他们，使其在无暇思索什么真理大道，乖乖为奴，任由驱使，使其永记雷霆雨露，莫非皇恩。天下英雄入我囊中，则大清江山永幸。爱新觉罗，美而不自知是一种空性。女人美貌的最高境界是美而不自知，男人有才的最高境界是有才而不自知。美而不自知，有才而不自知，这就是一种空性。知道的最高境界是不知道自己知道，高手的最高境界是不知道自己很厉害，这样就有了平常心。明明很优秀，但从不认为自己很了不起，带着这种心态去生活和工作，一切烦恼和束缚都没有了，所向披靡。人生4大错误：一是向糊涂人说了明白话；2是和不靠谱的人做正经的事；3是跟薄情的人讲了真感情；4是面对恶人起了善心。依赖任何人都是在自杀，你要多久才会发现，大树底下无大草，能为你遮风挡雨的，也同样也能让你不见天日。一切过客和经历都是为了帮我们寻找自己。人生就是一场修行，
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把每一个人、每一件事当成修行的参照和工具，他们都是为了激起你内心深处的执念、虚荣、欲望和愤怒。当这些人和事离开之后，你会开始内观自己，找到那个真实的自我，觉察到自己的贪嗔痴，洞察到自己的起心动念，这就是觉醒。所谓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人一生都是为了擦亮自己内观的眼睛，不断地看清最真实的自我。人的一生都在寻找自己，一切过客和经历都是为了帮我们寻找自己，找到自己的使命，找到自己的天赋，找到自己的归宿，统称为寻找真我。顶级人才的8大能力： 1. 洞察力，能一眼看到一个事物背后的运行逻辑、本质的能力。 2. 迭代力，能将一件事情持续迭代打磨，提高天花板的能力。 3. 执行力，能以最快的速度效率调动一切资源完成某件事情的能力。 4. 闭环力，能把一个事系统的、完整的、准确的完成的能力。 5. 反馈力，能将事物发展的过程、结果在合适时间节点给关键人物反馈的能力。 6. 学习力，能以最快速度学习、适应、接受一个陌生事物的能力。 7. 组织力，能有效连接、调动组织一切社会资源的能力。 8. 沟通力，能将复杂化繁为简、有效沟通，消除矛盾、化干戈为玉帛的能力。人生的最高境界是2句话：允许一切都发生，允许一切如其所是。其中包括允许一切荒唐的事发生，允许一切丑恶的人存在，允许别人做别人，也允许自己做自己。生活本身就不可阻挡，人性也是深不可测。你害怕也这样，不害怕也这样，干脆做最坏的打算，允许让他们随时到来，允许人心随时暴露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于是你就坦然自若了。做最坏的准备，有勇气接纳各种最差的突发情况，往往才有机会遇见最美好的人和事，这是上天对勇敢的一种奖赏。真正的强大不是对抗，而是允许与接纳。允许世事无常，允许遗憾常在，允许愚蠢和短浅存在，允许有人不喜欢你，这是一种胸怀和格局。当你允许一切都发生之后，你会变成一个柔软放松的人。生活不过是见招拆招，之前你最担心情况，现在你都不害怕了，于是每一件事都是好事。之前你最喜欢的人，你都不期待了，就没有什么能让你失望了。现在回头看看，从前以为自己不能接受的，最后都慢慢的接受了，那些难以跨过的山，都在不知不觉中跨过了。人生除了生与死，其他都是小事。你活着的时候没有几个人在观看，你死了以后也不会有几个人记得你。请相信我，除了生病以外，你所有的痛苦都是你的认知带来的，而非事实本身。钱没了可以再挣，工作丢了可以再找，朋友没了也可以再交，爱情没了可以再遇。真正的强大不是忘记，而是接受。接受分道扬镳，接受世事无常，接受孤独挫败，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，接受困惑不安、焦虑和遗憾。你只需要平静下来，把该做的事情做好。生命那么短暂，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和完美的人生。回头看，轻舟已过万重山，这就是人生。我们犯的最大的错误，就是经常站在现在的角度批判当初的自己。有个词叫悔不当初，我们总认为假如事情能从头再来一遍，或者时光能够倒流，自己一定可以做得更好。其实这是人最大的执念。请大家记住这句话，人生的意义就是没有意义，当下就是意义。可惜当我们说要活在当下4个字的时候，当下已经过去了。所以人生是用来体验的，不是用来评判的，也不是用来寻找意义的。这段话献给身边每一个人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